刚刚复相不久，是不是要慎重点？妇人之仁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故作声势，威慑众人，铲除那些反对我的人。哎，都说什么呢？告诉你们啊，相府丢了一只猫，找到的可以去领赏。若有知情不报者，杀了你们！哎，走，找猫去。小二，上午扶茶。哎，来了！快点！哎，差爷，这是您的。差爷，您这是改行捉猫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呀是奉了秦相国的命，3天之内必须把相国夫人的爱猫找到。那您可得抓点紧啊！可不是吗？秦大人放话了，要是找不到猫，不但县衙老爷的乌纱帽不保，我们这些下面做小的也没什么好日子过。哎，你们说，这一猫上哪儿找去啊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愁死我了！你们都是干什么使的？秦夫人，请息怒，我等已经加派人手，正在尽力找。我告诉你们，3天内要是还找不到，你们都提头来见！是，小的立刻去办。快！老爷、夫人，扬州知州莫奇谢也找到了一只白猫。莫奇谢，他人呢？啊，现在在门外等候，但他不知道找到的是不是夫人的那只，所以不敢贸然拜访。把猫带进来。是。嘿，夫人，您快看呐！哟，哎呦，宝贝儿哎，你可回来了！就是这只。哟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想死你了！哎，去把莫奇谢带进来。是。下官莫奇谢见过秦大人。这猫是你找到的？啊，正是。在下听说秦大人在满城找猫，正巧让在下碰上了，这不就给秦大人送过来了。你是哪里人？在下是扬州知州莫奇谢，来临安述职。好，看座。谢大人。你做扬州知州多久了？回大人，3年有余。3年，3年时日不短了。那有没有想过进京任职啊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是日思夜想啊。只因是朝中无人，一片忠心无人知啊。有什么忠心说来听听。这雨后临安是万物更新呐，本极为美妙。然而，大人却为朝纲大计呕心沥血啊！
却有一些不识好歹、不知进退的东西，给大人您添堵，给大人掣肘啊！大人，您说作为朝廷的一个忠臣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个绊脚石给他崩开啊？那这些绊脚石都是什么人啊？为首的就是那个赵鼎啊！赵鼎，赵大人已经被罢官了，那么多年来他忠心耿耿，何来绊脚石之说？秦大人，这赵鼎可为相多年啊，他可是一个主战派领袖。虽说他现在已经被罢官了，但是在朝野上下，他还是威望很高的。一旦宋金关系有变，他一定是第一个对您不利呀！对您不利，就是对朝廷不利；对江山社稷不利，就是对皇上不利呀！大人，下官一片苦心，还望大人您晓啊！你呀，倒是个很会说话的人。其实，赵大人怎么对我，秦某不去理会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他对江山社稷、对皇上不利的话，那就是大事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即是啊。不过，皇上已经把他给罢官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做才是？对这种人就应该投井落石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眼下，皇上正在为议和的事情所带来的种种非议头疼的不得了啊！现在不弹劾他，那就更待何时啊？我哪里知道何时？你的一片忠心该向皇上说才是。你跟我说，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？即是，那下官就告退了。官人，怎么了？他猫嘴里发现个夜明珠，这少说也得值10万两呢。看来此人可用。外面究竟发生何事，众人如此喧哗？边疆南，人头上，赵大人冤呐！冤人伸冤呐！有你赔款！赵大人冤呐！边疆南，人入头上，冤人伸冤呐！这到底是何人指使？启禀皇上，这些人是受了前相国赵鼎的指使。赵鼎，该不会是他吧？皇上，赵鼎自从还乡以来，他不念皇上的旧恩，常常聚集朝廷重臣于家中非议朝政，蛊惑人心，而且他还鼓动朝臣们反对议和。皇上，更有甚者，他将皇上的大义大勇之举说成是苟且偷安。皇上，今天这些人敢在这里闹事，不是他的教唆和指使，他们敢吗？哎，口说无凭，你的确握有真凭实据吗？有。皇上，您看，这有赵鼎所填的一阙点绛唇。
近来只有悲秋之词，可是赵大人却写了这个春愁。香冷金炉，梦回鸳帐余香嫩，更无人问，一枕江南恨。虽说是金炉香冷，可是他指的是宋金何意让其心冷啊？他夜夜怀恨难眠，一枕江南恨，用意何在啊？更有甚者，他把当今的太平盛世说成是清宁尽，东风紧。皇上，他这是在诅咒我大宋啊！皇上，莫其大人所言，我等大臣是众所皆知，请皇上明鉴。这赵廷，朕当初念他辅政有功，想让他颐养天年，没想到他会做出如此之事。此等罪行，如同叛国，朕已是忍无可忍了。皇上，伙计，给我来一碗牛肉面。哎，好嘞，马上给您送上去啊。伙计，2碗面，快点啊！您今儿怎么那么急啊？秦相国有任务，赶着走，快点快点。哎，好嘞，哎，二位稍等，我马上来啊。哎，说这年头啊，真是世事难料。就一眨眼的功夫，秦大人复相，赵大人罢黜。这回赵大人发配琼州啊，去了那种鬼地方，恐怕这辈子都回不来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说他们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呀？赵大人可是秦相国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秦相国好不容易抓到这个机会，我看不单单是发配吧。你的意思是他们在路上就会动手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赵典大人被贬去了琼州，秦桧要赶尽杀绝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在楼下听说的。为了谋害赵大人，他在路上已经安排了杀手。秦桧这个狗贼！赵大人已经被流放了，居然还不放过他！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才行。素素，你先带上2个人，在路上救下赵大人再说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素素，怎么了？路上小心。爹，就让女儿陪您去琼州吧。这山高路远的，您身边又没个人，女儿在也可以照顾照顾您呢。爹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傻孩子，秦桧恨不得杀了爹，爹也只有去琼州了，你们才会安全，否则祸及一家呀。爹，爹走之后，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弟弟就交给你了，小满，你是大人了，你要学着坚强点儿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，你们在这等着，看好他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好好。别哭了，我们一家人总有一天会团聚的。
老爷保重啊！老老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孟邦杰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动静？奇怪，他们怎么一直跟着，就是不动手呢？不对呀，这前面就到了城镇了，他们再不动手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人多眼杂，他们怎么现在还不动手？难道他们的目标是赵大人的家人？糟了，你们继续保护赵大人，我回去看看。好，走走。专家，
船家，我们要乘船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追杀我？啊！等做了回忆就知道了。杀不杀得了我，还要看你们的本事。少废话，杀！赵大人，快起来！好汉不必管我了，独自投靠去吧。去临安找我儿女，把这个交给他们。可我不能，夫君大人啊，快！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！秦桧啊，秦桧，我赵鼎都已沦落至此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？跟秦大人作对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秦大人让我问问你，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？身骑鸡尾，归天上，气作山河，壮本朝。你告诉秦桧那个老贼，他猖狂不了几天了。小满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哭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你死得好惨呐！孟茂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伤成这样？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赵大人呢？赵大人还有赵云都被秦桧的人给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赵大人要我交给赵姑娘的。小满，给我！小满，你给我！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天哪！小满，别这样！你快告诉我呀！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小满，你爹他死了。
杀了你！小马，你冷静一点，爸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杀了他，替我爹报仇！冷静一点，你现在根本就杀不了他，你跟我爹我怎么替他报仇啊？给我，来，你看看，你现在过去，你爹还有你弟弟就白死了。你根本就报不了仇。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？我们一直盼着能有一天，爹能陪我们一起逛集市、买东西。傻孩子，爹辞官了，以后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真的？老叔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磁州。哎呀，我也是磁州人呐。这太好了呀！咱们正好可以结伴回乡。这幸亏呀，这宋金和议了，金人发了善心，把河南一带啊还过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您说的不错。这不，我们一家人啊逃到这儿也有10年了，现在啊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好啊，你们不能回去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爹是岳飞。啊，岳飞呀，原来是岳元帅啊！哎呀，一直听闻你在战场上的传奇故事，今天真是三生有幸见到真人了。岳元帅，刚才说我们不能回去，为什么？金人无端割地，其中必定有诈。有诈？金人把地还给我们，百姓迁回去，朝廷派兵驻扎，官军主力势必从江淮一线迁至中原。如此一来，原本的淮河天险便化为乌有了。金人再动兵戈，便可长驱直入，直抵江南。是啊，怎么会？这，哎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自己说说，你们是回得去，还是回不去？不过眼下毕竟是宋金合议了嘛，你怎么知道他们还会打过来呢？对呀，是啊，没准天下就此太平了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了呢。我与金人作战多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了。金人狼子野心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岳帅，我们不懂这些道理，我们只知道金人还了地，我们就要回去。就是，只要金人一天打不过来，我们一定就要回去。对，告辞了，走。乡亲们，赶紧上路！不出1年，宋金必定开战。你们何苦去送命呢？岳元帅，那可是我们祖祖辈辈住的地方啊！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！是啊，我们告辞了呀，元帅，走。官人，你看谁来了？岳兄弟啊，韩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念宁怎么样了？不碍事，来坐。韩帅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求你下山的。下山做什么？向皇上请罪。韩帅说笑了。兄弟啊，你看我大老远的跑上庐山来，就是为了跟你说笑吗？你这次过分了，皇上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大不敬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以为，作为臣子，如果不能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正言见上，
那才是真正的大不敬。兄弟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呀，是天生的帅才，可是，在朝廷上怎么能这么幼稚呢？你以为你说这赌气的话，皇上就能回心转意吗？我记得师父曾经教过我，说我岳飞是山岳在前，飞在后。如果我不能战胜自己，就飞不起来。我时时刻刻将此话铭记在心。每当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的时候，我就会说给自己听一听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知易行难。就像宗帅，他不也是经常借酒浇愁吗？当他年老力衰的时候，时不我与，他不也是一封封的奏章上给皇上吗？宗帅多大年纪了？70多岁了。你呢？才36岁，你急什么呀？我急的是，怕我到时看不到了。看不到什么？来，你该服药了。今天有客人在，咱们就不服了吧？那我在外面泡壶热茶，你们再聊会儿吧。哎，韩帅只喝酒，不喝茶。你的眼睛不能喝酒。看来你的眼睛是愈发严重了。老毛病治不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咱们兄弟啊，是太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喝酒了。今天，咱们就不醉不归。来，不醉不归。这么多年了，就这玩意儿是越老越好。你看你也老了，我也是疾痛缠身，感觉这些年就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十岁一样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多了。有些事情呢，该你管的你就管，啊。唉，有些事情啊，咱们管不了，就算你操碎了心也没有用。你看你真的是老了，当年你可不是这个样子。世事飘零，命运多舛。如今秦桧当朝，皇上呢，这些年鼓起来的北伐之志，早已付之流水。大事如此，咱们做将领的强求又有何用？哎，不说了，来。你说，如果当年在黄天荡，咱们抓住了那个金兀术，今天的一切也许就不一样了。要是真的抓住金兀术的话，那红玉也不会丧命沙场了。兄弟啊，我悔呀！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来，喝酒，喝酒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打一个赌，不出1年，金人必定南侵。希望到时候你这把老骨头还能爬得上马，我这双半瞎的眼睛还能看得清路。那时候，就算我这身老骨头都散了架，我也要爬上马去。来，干！
发愤和硕，气姿相态，出生入此，大大小小也有100来场仗。你说，你记得最清楚的是哪一场仗？武功山、泗水。是啊，那场仗。打的那叫个酣畅，我也记得很清楚。那次之后，张邯就交出了帅旗。不过，老兄弟，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要我说，这么些年，没有一场仗我是打得真正痛快的。这些个话，我一直憋在心里，对谁都没说。不是那些兄弟不能说，他们都是同我岳飞出生入死过的，只是说了又能怎么样？让他们和我一样。徒增烦恼罢了。金贼长驱，如无人之境，而我却只能躲在这青山绿水间，长吁短叹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深入鹿庭。师父先我而去，接着是宗帅、父亲也在黄天当丢了性命。这些年，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离我而去。走了也好，走了我心里就踏实。但是我岳飞之心，天地可见，收复失地，迎魂而生。此事一日不达，我就算死了，也难以瞑目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凤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望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复鸣炮，壮志酬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誓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北风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炮
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不会一场七尺泪湿柔肠，唱歌一曲日暮天涯又相望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为疯狂，一边直夺万里战四方。受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不会一场七尺泪湿柔肠，镜中